好，10月底马上就有大事了。接下来我们把节目的目光呢聚焦到美中的最新关系发展上。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前一阵子去了纽约哦，很开心，他跟美国的友好团体呢座谈了，还用了一个非常有哲学的比喻来形容美中关系哦。他说两国呢像是一个夫妻啊，时有吵架，但最终呢还是需要彼此的。所以呢，他释放一个强烈的伙伴还有朋友的这个讯号。那同时，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呢，他也敦促中资的企业啊，说哇，这个在中国大陆国内内卷太厉害了，可以制造出各种 CP 值高到爆表的产品，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内卷文化带到美国去了，否则啊会把这些美企啊全部都卷死，那美国人都不用做生意了。所以也是在一些这个经贸上呢，好像对美国市场也提到了一些示好、示到一些保护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看两位长官在对外的态度都是呈现了一个对美稍微友好的一个态度，那都不用想，一定是在为之后的川习会来做提前的友好部署嘛。那么这个种种示好，川习会有这一铺垫，能不能办成一个漂亮的场面呢？我们请尚志哥先帮大家分析。没有说，现在中美关系一定要关注的部分就是眼前在10月底在韩国的 APEC 的这个时间点上呢，川普在上任之后，终于第一次要跟习近平活人相见哦。那这个活人相见，在中美的关系上还是意义很高的。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像先讲，川普到中国去访问了，习近平到美国访问，那都是后话，都是明年的事情。所以眼前在这个10月底的这一场部分的见面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其实中美双方都很努力的针对于这场会面，现在有各种的外交、军事、经贸的各式各样的对话。前阵子我想在这条节目里头，我们也都知道，两边的国防部长也对话了，对话完2天之后的外交部长也都对话了。过去没有这么密集的了哈，所以现在这种对话当中很多的沟通，特别是见面之后有没有要签什么东西哈，特别在至少在关税这个中美关税的这个框架上，当然大家谈我们台湾问题。好，我觉得李强这很有意思。要知道呢，其实川习会的铺陈可不是都在营造舒服的环境。对，在前几天我们都感受到中美两国为了川习会，大家恶意螺旋又丢出来了。那么在美国方面很清楚，包括 AIT 突然丢出一个台湾未地论，这是有点莫名其妙哦。然后另外除此之外，也包括整个在美国商务部当中出现了23个黑名单又丢出来了。中国大陆也没有给好柿子，马上就调查辉达，把辉达作为反倾销，直接打入谷底，不买辉达的晶片了。还有，就我私下知道的部分是，在这段几个月当中，美国军事跟民间当中提出2000起以上的稀土的申请，中国大陆一件都没批。所以也都大家还是在狠话哦，在这谈判当中的筹码，尤其川普很爱这样的，川普自己也在讲，哟，你们这个大家要你们欧洲国家大家一起把中国的关税提高到100%，逼迫中国不要在乌克兰战争再帮助俄罗斯，所以这些都是恶意哎。那可是恶意可以喊话堆叠，但善意还得要用人出来讲，所以李强出来的部分，包括整个王文涛在美国的部分环境当中，透过表达，因为人来表达这种善意的部分当中很含糊，说是夫妻，但是至少这当中在收紧跟收放之间，这当然就是大国之间的一种为了川习会，那么在外交上当中大家所要有所准备的。所以这个要提的部分是要特别知道，现在在整个有关于内卷这件事情。中国可不是为了美国讲，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已经介入了已经介入内卷了，主要就是在新能源。我想这当中就比亚迪，比亚迪过去一直要降价把其他的电动车都快搞死，比亚迪自己快搞死了，它的股价从之前的130块。现在已经跌到107块了，已经跌破3成了哈，所以包括它这个获利的状况非常不好。虽然它卖的已经超过了特斯拉，所以这种内卷本身对于比亚迪，包括整个中国大陆新能源市场，现在出现了危机。所以中国大陆的已经官方介入，不准比亚迪降价这件事情，未来是不是包括 AI、包括机器人等等，也会同样的避免内卷本身影响到中国跟尤其在中美的科技竞争的这个对抗。那么讲的好话是不要影响美国市场，实质的意思是不要失去中国在中美科技对抗之下中国自己的优势。好，那么刚刚山德哥帮我们提到，现在因为要铺垫川习会啊，所以双方从科技、从军事到外交各个领域都还在针锋相对，同时也释出善意。那北京这边做了什么事情呢？拿出了实质的大礼包，
美国的波音公司就宣布向中国大陆的金鹏航空要交付一架全新的777货机哦。要知道，这是川普贸易战发动以来哦，波音首度交付全新的货机给中国民航业者。那同时还有一件大事，年轻人最爱用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讲了很久，美国的经营权要卖给美国这件事情呢，框架协议啊，据说是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但同时，华府智库呢，专家也揭露了北京的终极诉求。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3个要点：一，要调降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二，尽可能要取消这个出口管制；还有政治意味最浓的，还有跟我们这个台湾息息相关的，就是在台湾议题的态度上，要从不支持台独转变为反对台独。好，北京提出的这3大诉求，跟川普来谈，那这举动当然跟我们确切相关，就是这个台海的议题嘛。端上了谈判桌了吗？那两位将军怎么看这个大框架上面台独的反对的议题？我们李将军先讲。我先试问一下，我们台湾在川普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这个筹码？有什么这个成本？我们可以跟美国来讲，对，好像我觉得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晶片制造能力，美国需要这个晶片。是。但是你现在发现说，美国川普已经叫我们把台积电很多都已经搬到美国去，变美积电哈。另外第二个来讲，我们看到美国在培养他们自己晶片公司 Intel。那大概就是美国自己也入股了嘛。前一阵子我们也听说，包括叫 NVIDIA 黄仁勋也要入股哦，他在扶持自己的晶片制造业。这是晶片。那我们以后来讲，如果说台湾还不能够再保持台积电这种晶片制造的领先地位来讲的话，那我们台湾在美国川普心目中有什么？大家不要忘了，川普在第1任的时候，当他讲到台湾的时候，他指着那个圆珠笔说，台湾不过就是像我这个圆桌办公桌上面的一个圆珠笔尖而已，在他的观念上面就是这样。第二个来讲，其实我们台湾有一个价值哈，那大家就是地缘战略上面的价值。你说是民主价值，我们台湾有民主，我跟你讲，那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了哈。以川普来讲的话，他不会因为你的制度是民主制度，就竭力费尽兵力来保护你。我们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哪里？是因为以前我们在这边形成第1岛链，在第1岛链的中央位置，可以有效的嚇阻住中共解放军出了第1岛链。但是你在这边堵了半天，你回头一看，突然发现，哎呦，这个后面全部都是解放军的，这个航空母舰都在我屁股后面了。那你认为说地缘战略上面，我们台湾现在还没有这个价值在里面？那可不可以用交换的方式？我们不要忘了，川普本来就是交换的个性。我们看他对乌克兰来讲的话，之前对不对？他提供对乌克兰来讲的话，他甚至要乌克兰就割让乌东4州，直接给那个这个普丁哈，在结束这场战争。后来他又要求说是这个乌克兰要给他稀土，现在他的要求是说叫欧洲哈买美国的武器，让乌克兰继续打。所以你认为我们台湾现在好像是重蹈乌克兰的覆辙嘛？哈，现在叫我们 GDP 要变到5%这么多啊，那这个武器来讲卖给我们，甚至要我们这个大量的采购它的农产品，要采购到3000亿的农产品这么多的数量。是，所以如果说这些我们台湾都被掏空以后，你认为说是我们光凭我们因为地缘战略因为时空因素，我个人认为说已经不存在这个封堵住解放军出第1岛链的这种事实能力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看到中共解放军已经有2艘航空母舰已经在关岛第2岛链那边在做演习，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当我们台湾在川普心中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会不会这时候就很容易被川普出卖掉，拿来当做交换的条件？是。那张将军呢？我们台湾在这个谈判桌上的筹码，我们是一张好牌吗？我认为这个弃台论也好，还有这个筹码论也好，甚至我们想到的利益交换说，都会有间断都会出现在各种媒体或者是这个学术的研讨会的会场。我认为，但是有几个我认为可以做参考的警讯。就第一个，这个搁置对台的军援，比如4亿美元嘛，就相当于122亿台币搁置军援，那不是讨好中国大陆吗？你为什么搁置呢？这个军援他们都已经是既定继承的嘛，对嘛？所以有一些我们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来逻辑推断将来会怎么发展。所以我认为现在美国对我们台湾来看的话，支持度是大幅降低。第二个，我们来看呢，不让赖清德过境美国本土。赖清德上任将近1年半，不让从来没有过境美国本土，这是绝无仅有，没有过的。现在就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释放了什么意义呢？
不可以，因为我要讨好中国大陆。你如果过境我们甚至在这美国本土发表一个演说，不跟这个侨界来个座谈，这可能对政治氛围、政治气氛可能会受影响。所以你看看，这是创纪录，1年半都没有过境到美国本土。第三个呢，他不卖给这些台湾的相关武器装备，不让它升级，是降规的。你看呢，我们要买 F-35，他不卖；P-8A 的反潜直升机，反潜侦察机他不卖。那空中加油机我们也提出了不卖，甚至E-2D能够宁可16可以宁可16来进行一些配套，这个我们讲到了有种系统化的演练。对，美国也不卖 E-2D， 后来也打回去了。这都是美国可以赚钱的、我们向你买啊，我们出钱啊，但是他不要。你看这些猫腻啊，这些跟我们的这些降级降等下来的，是累积起来哈。你为的是什么？我们给你钱赚呢，我们也愿意花大钱掏银子给你啊。但是他不要，你就知道有些猫腻。最后一个我认为关税问题，关税给韩国15%，给日本15%，给我们20%，我们20+N 到现在也还叠加嘞，对，20+N 总会这个样，大家都不是同一个，我们大概跟日本、韩国大概是同一个经济的这种水准嘛，结果对我们台湾不利嘛，你这个大家一起15吧，也好看呐。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个是里面有一些猫腻，有些增厚在里面是不妙的。那在联合国上面这些你不管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 ，WHA 世界卫生组织联会，你还这么 ICA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都不让台湾参与，美国帮我们讲话啊，他都不说，他都每次都是我们不要讲他装聋作哑。就是他在这方面是很消极、比较被动，行政组织还有联合国大会等等都不提，所以我呢认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这个赖政府在这么要有所警觉，要判断要稍微精准，这些不能视同儿戏、等闲视之，我认为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是，好，刚才教授跟我们讲这些蛛丝马迹，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那么就在李强访问美国的同时呢，中国商务部他们也出了一个手就是把萨罗尼克科技等3间的美国军工企业列入了不可靠实体清单，理由呢，竟然是跟台湾有军事技术的合作，不开心了，所以你是不可靠实体清单。另外，中国对原产地在墨西哥还有美国进口的胡桃则是发动了反倾销的调查。我们这样粗略来看，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脚这样的感觉，但其实这些举动啦、反倾销啦都没有打到点上啦，就是一个。怎么讲？没有致命性的一个反制而已啦，大家没有做到打蛇打7寸这样下死手，可以理解是为了川习会在铺垫所以现在双方都还在克制，真正的大杀器还没有出来吧？我认为真正大杀器的话，现在是一则一则在亮等一下来跟各位做说明简单的说，美中2个国家，一个是最大经济体，一个是第2大经济体。所以2个在大原则上面的话，就如同李强所说的，如同一对夫妻，最终需要彼此需要。可是呢，你给我实体清单，我给你实体清单；你给我穿小鞋，我就给你穿小鞋。小地方一直斗争。例如说，我们来看美国现在很急的是在稀土这一块。那稀土这一块的话，据说是部分的发动机等等的用量到明年的3、4月就会用完，因为通常他们战略储存大概都说在1年左右所以后面该要怎么走，这个持续要来做观察。但现在美国去封了整个小油包的一个所谓的油剂之后，其实对美国的影响也非常非常大。那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蛮大的为什么呢？中国现在的失业其实也在加剧当中，包括了纺织，包括了家具，包括了运动鞋。我们举最简单的 ，Nike 的股价从高点的160跌到最近是跌破70块钱了。所以呢，其实就整个过去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现在这条路也有点不太通但现在有个状况是，美国还有办法再打嘛？因为美国这2个月的就业状况一直不太明朗那我们就回到主环境来说，主环境的部分的话，就是川普4月打关税，请各位，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2次延长，中国2次延长，7月延长了，后面现在要延到11月。但各位，重点来了，这2天陆续很多事情陆续在明朗当中TikTok 正式卖了。那 TikTok 正式卖的过程当中，川普签了行政命令完之后，他谈了习近平他知道。然后目前美国由甲骨文跟银湖资本来做接收，银湖资本负责出钱，甲骨文负责整个未来的整个内部的一个控管。所以第一个，过去 TikTok 新加坡控管会拉掉了，但 TikTok 能让 AI 不能让。我们在上次来的过程当中，有跟各位谈论过这是史上第一次苹果手机没有去碰到华为手机的一个攻击，所以这次苹果手机的备料备的比较高。现在全中国都在准备做整个 AI 的生成晶片，那为什么呢？
据传目前在青海啊等等的一些电量比较多的地方，中国正在准备全中国的一个所谓的 AI 的一个资料中心。所以就大方向来看 ，TikTok 可以让 AI 不能让，大环境当中双方还是斗而不破。